Hello，大家好，我是植村的丁丁，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也欢迎回到植物的世界。那今天呢，想和大家聊聊的是最近热门的植物，但这些热门植物呢，并不是我喜欢的植物。我会在接下来的影片呢，分享我不喜欢它们的原因，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说不定也会发现说，哪一些植物是你喜欢的，哪一些是你不喜欢的。那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呢，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对，我的频道主要都是讲室内植物。如果你对这种主题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未来的通知哦。那我们就继续吧。第一个是奢华火鹤 Anthurium luxurians。奢华火鹤的特点在于它的叶子表面是光滑的，然后上面有一种泡泡的感觉，它有凸起的圆大的泡泡的圆点的感觉，然后颜色是黑绿或者是深绿色。那现在在市场上的价格大概是3寸盆6000块台币，那大概就是15到20美金，5、6千大概有3寸盆这样子。最近真的是超级无敌热门，大家都在疯抢这个奢华火鹤，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奢华火鹤好像就是没有那个吸引力。之前有在市集看过奢华火鹤，就是实体，因为现在这种奢华火鹤，因为这个量不是很大，你在一般的园艺店是看不到的。在市集，植物市集有看到，那时候有看到比较便宜，已经是有比较大颗一点的。可能叶形是跟其他的比起来是比较大，像我讲的3寸，可能现在卖的可能就是15公分，叶长15公分那一种，可能就要5、6千块。那我那时候看到就可能比较大一点，可能20几，然后是有比较便宜一点，但那时候也是考虑了很久，想说到底要不要买，因为现在真的大家都很喜欢，然后超级热门，但后来还是决定不买，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丝绒质感的叶子的表面，不用就是没有到特别喜欢很光滑。然后跟奢华蔓绿绒比起来，我是比较喜欢奢华蔓绿绒，就是 Philodendron luxurians。奢华蔓绿绒的叶子的质感我是比较喜欢。那在火鹤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到那么的喜欢，因为它的样子。就是叶子不是丝绒的，然后好像没有到特别吸引我。那这一款的话，其实它也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在那个价格下，我还是没有办法去选择它，就没有到这么爱。如果等到哪一天它的价格有下来的时候，我可能才会选择说要再去买它这样子。而且奢华火鹤其实也不知道非常好照顾，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还没有办法去冒这个风险。那奢华火鹤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现在很多植物社团都有在贩卖或者是竞标。第二个是捷克林观音莲 Alocasia jacqueline。捷克林观音莲以前一片叶子可能要2、3千块，或者是更早期可能有更贵的时候。那现在看呢，一个3寸盆大概只要100-200块而已，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捷克林有多么的喜欢。导致很多农场都开始去繁殖捷克林。那捷克林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叶子是波浪形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叶脉，然后叶子主要是浅绿色的。那对我来说，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观音莲的人。如果大家知道观音莲在冬天的时候会冬眠，但其实也不见得要到冬天，只要他觉得天气或者是温度又比较低啦，不是天气，温度比较低，大概在15度以下，它可能就开始冬眠。冬眠的话，就会导致它生长停止，或者是它就会开始掉叶子，掉到完全都没有，直到隔年春夏的时候，天气回温的时候，它才会开始又在长新的叶子。长新的叶子的时候，它的叶子会比去年可能会再更大，这是它生长的方式。当然，对我来说，我希望全年都可以看到植物都在生长。所以，如果它冬天没有办法再生长的话，我就会觉得有一点小难过。那另外一点就是，它在冬眠的时候，它其实有可能是会死亡的，它不见得明年还有可能再活过来。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
运气的成分在嘛，就是你变成你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它完全落叶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办法从它的叶子或是从其他的部分比较容易去看得出来它现在是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观音莲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非常 ideal 的一种植物。虽然说我也是有养观音莲，像是这边也是有观音莲，但在杰克林的部分的话，因为我听很多人是说杰克林真的是很容易突然无预警的就死掉，或者是即便他们是在温室里面养，也是会无预警的就死掉。但在杰克林的照顾上，无论国内国外，有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去了解说它到底背后死掉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冬天浇太多水啊，或者是有虫害啊，因为观音莲真的是蛮会招红蜘蛛的，所以在杰克林观音莲上，我会特别没有到喜欢它的原因是这样。第一个原本就是没有特别觉得说我是一个观音莲人，第二个是杰克林特别容易死，所以在杰克林观音莲上我就没有特别的去购买它，也没有特别说特别的吸引我。第三个是乐乐牌西瓜普洛蔓绿绒 （Philodendron plumania）。乐乐牌的西瓜普洛蔓绿绒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可以长得很大，然后它的叶子大部分是会有银色的斑纹，然后这个银色斑纹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在其他的蔓绿绒上面没有到这么鲜艳的银色。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色呢，我会觉得这个银色有点太多，导致虽然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我也没有到非常喜欢它的这个银色的叶子的样子。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白云蔓绿绒，白云蔓绿绒的银色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但是如果是乐乐牌西瓜普洛的话，它的银色是超级无敌突出，那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有一点太多。如果你是很喜欢叶子上面有银色这一种比较有科技感嘛的感觉，我会觉得西瓜普洛是还蛮适合你的，尤其是乐乐牌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的银色是有特别更加突出，所以在西瓜普洛上可以选择乐乐牌的西瓜普洛。那第四个是桔梗蔓绿绒 （Philodendron biliaceae），那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盆桔梗蔓绿绒，大家都说它是植物界的爱马仕，主要是它的茎是亮橘色的。但我自己觉得说，好像在 IG 上跟实体上看起来是不太一样。因为我这一颗是从网络上买的，我自己看起来觉得它的茎其实没有到非常的亮橘色，大家可以看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我是觉得比较像是暗橘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现在年纪还小的关系，所以它的颜色没有到非常的亮。但当然我也是有看到有比较亮橘色的茎的个体。我有在一些园艺店有看到那些很亮橘色的个体，但是我买的这一盆就是没有到这么亮橘色，或者是你在 IG 上面看到的，它其实都是比较亮橘色一点，所以我会觉得说，会不会是有个体的差异，然后导致这样子的结果，或者是它年轻的时候跟它成熟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样。那第二点就是主要是它的叶子的形状，我觉得它叶子没有到特别的惊人，就是可以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通吗？就是一种路人叶片的感觉，没有到非常的特别。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说它的茎又没有到非常的亮橘色，然后叶子又比较普通，我就没有这么喜欢它，就变成说会大大降低那个喜欢的程度。所以现在对于这一盆，来说，就是没有像是一开始看到它的那个照片的时候这么的疯狂，这么的喜欢它。但如果说大家有喜欢这一种样子的话，或者是说大家
知道说是不是哪一个原因导致它没有这么亮橘色，其实也可以在下面和我说，说不定我可以把它渐渐带回亮橘色的这个阶段。那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爬蔓的人，也就是说我比较喜欢会爬树的蔓绿绒，但桔梗是地蔓，它是会在地上爬，而不是在树上爬，它不是垂直往上爬，是水平爬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又是一个没有这么喜欢它的原因。那第五个呢是彩叶玉，各种彩叶玉都是，彩叶玉在最近真的是大家都疯狂的抢彩叶玉，因为彩叶玉跟观音莲一样，它其实就是夏天、春夏天的时候，如果天气回温，它就会开始长大，开始冒出来。它也是一种会冬眠的植物，所以最近很多人都是在买彩叶玉，因为彩叶玉的叶子实在是太漂亮，有太多非常非常鲜艳的颜色，红色、粉红色、白色、绿色、全白，粉红色配绿色，或者是深红、浅红、紫红色，各种颜色都有，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季节开始就在收集彩叶玉。但对我来说，我没有到喜欢彩叶玉的原因，主要也就是因为它会冬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真的是不喜欢会冬眠的植物。然后另外一点是彩叶玉它超级爱水，它的叶片是薄的。如果说你说观音莲，它的叶片是薄，它至少还有这样子的厚度，但是彩叶玉是超级超级无敌薄，感觉就是随便拿个东西戳，就是都会破的那一种程度。然后它的水分要求也是非常的高，基本上你就是每一天都要浇水。但对我来说，我不是一个可以每一天都要一直浇，可以一直浇水的人，所以彩叶玉对我来说会真的增加我超级多工作量，增加超级多照顾植物的时间，所以彩叶玉在这个阶段是没有办法列入我喜欢的名单里面。跟观音莲比起来，彩叶玉真的是还是放在观音莲后面，因为观音莲的浇水的频率可以不用像彩叶玉一样这么的频繁，因为如果你叶子越薄，代表它叶子可以储存的水分其实是越少的，需要浇的水就更多，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热到不行。然后彩叶玉是个爱光爱水，你如果光不够，它有可能又会开始叶子又会开始往下垂，那这样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看，所以在照顾上就是会非常非常的累。所以彩叶玉的一些小缺点是这样子啦，但它其实也是很漂亮，只不过懒人如我就可能没有办法去把它列入我可以每天一直帮它浇水的这个行程里面。那这个是第五个彩叶玉，它的颜色非常非常多，大家喜欢的话还是可以去挑选。那最后一个是侏儒鹿角蕨，各种侏儒鹿角蕨。如果大家有看过新闻，就是有一个珍妮事件，有一个鹿角蕨是叫珍妮，然后他在拍卖的时候就整个拍掉了好几百万，就整个是超级夸张。侏儒鹿角蕨呢，现在有超级多种，也是大家非常就是强到不行，像是什么细菌啊，或者是侏儒女王啊之类的，只要前面有挂上侏儒的各种鹿角蕨，现在大家都超级无敌喜欢，而且价格也不是非常便宜，就是整个是会价格3级跳，可能是2倍、3倍那种，跟一般的鹿角蕨比起来，就是一般形态的，可能就是差了2、3倍的那个价差，可能就是几千到上万，可能几百块的，你顶多只可以买到可能孢子苗吧，说明你孢子苗都买不到。孢子苗就是它都还没有长出手，或者是还没有长出脸，就是等于说你现在看不到任何东西，就是你要等它慢慢长。对，侏儒鹿角蕨的特别的点就是它
是很小的形态，它成体的大小可能是一般鹿角蕨的小时候的样子。像是女王鹿角蕨是可以长到超级大，可能是80公分嘛，可能就是人的身高的一半吧，可能或者是有一些还蛮大的，可以长到接近一个女生的身高。有些大型的鹿角蕨，像是女王啊这一种鹿角蕨，所以大家会比较喜欢侏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小，可以好摆放，空间比较不会占这么多。但我个人是很喜欢大型植物的人。如果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我养的植物都是偏大型，我都比较喜欢大一点的植物，所以侏儒鹿角蕨对我的吸引力就没有这么高。我就喜欢大一点，我希望植物长得很大，然后希望可以比我的脸还要大，或者是我就是超级喜欢植物长得超级大，所以侏儒鹿角蕨就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侏儒鹿角蕨的确也是很漂亮，它有一些很细致的形态的展现，在这么小的个体里面可以长出很多不一样的形态，甚至是比一些原生的鹿角蕨更细致的一些样貌，也是非常的漂亮。不是说它们长得不好看，只是单纯它的形态，它的不是形态，主要是它的尺寸不是我喜欢的，我就是喜欢大一点的，所以侏儒鹿角蕨不会是我首选，我可能还是会选一般的鹿角蕨。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热门植物，但是我没有这么喜欢的植物。如果大家还有哪一些热门植物想要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说。那如果喜欢这一个影片的话呢，拜托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或者是底下帮我留言，留个符号或者什么都好，可以让 YouTube 知道说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基本上我现在是每2个礼拜就会上传一次影片。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说。那今天就到这边啦，大家下次见，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